大家好，这部影片是衔接前一部的内容。买了红干熟成4天之后，切开冷冻保存，另外一半的鱼肉包起来继续冷藏熟成。之前有些网友问是否可以把鱼切成块来熟，当然是可以的，我之前的影片就有做过。要确定这鱼肉都没有受到污染，血都有放干净，但通常天数会比较短。这次我只打算做3天。因为熟成天数长，外层的肉会氧化，会变色，可能要切除掉才能吃，那成本就会变得比较高。保留鱼皮熟成会比较好，损耗比较低。在排除空气的时候，鱼身体的水分会被抽出来。这里可以看到中间鱼刺的地方有血渗出来。等熟成结束之后，可以特别观察这个部位的变化。今天是第2天，加上之前的4天，这块鱼肉总共熟成了6天。表层有一点氧化，鱼肉的颜色变深。注意中间有刺血河的那个部位变成褐色，这就是有残存血液造成的。闻一下味道，确认状态。鱼下巴的部位有带骨头，无法做生鱼片，切下来用烤的。切除腹骨与腹膜。这鱼肉目前还算硬，应该可以再往下熟个几天，8到9天应该是比较完美的，但那个时候我没有空做，所以今天就打开来吃了。熟成不见得要追求很长的天数，那只是一个衡量的刻度而已，最终还是看鱼肉的状态，跟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来决定。冷藏6天的红干，看看这个光泽。水分减少，鱼肉软化，油脂都化出来了，充满香气。上一次另外一半腹肉皮没有拉好，我觉得是整块鱼太宽了，所以这一次先切开一半再去皮。这一次有比较成功了，大部分的银皮都有留在肉上。今天就用这个腹肉来做握寿司。这个鱼下巴肉太厚，先划3刀，烤的时候熟得比较快。也比较容易入味。烤之前腌一下，加酒跟酱油，涂抹均匀之后放冰箱冷藏。
接着来调寿司醋，今天除了米醋之外，还准备了赤醋，就是用酒粕作为原料的醋。赤醋最出名的就是味之康出品的山吹，味道饱满强劲。所谓的强劲的味道，指的不是酸味，而是气味。赤醋如果单吃的话，味道很冲，还带一点酒味。但是搭配油脂厚重的鱼肉一起做握寿司，是相得益彰，口感上会带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感。今天用的米是网友送我的，颗粒比较小，做握寿司不容易分开，算是讨假包。做醋饭呢，一定要用饭台，搅拌起来会方便很多，饭粒比较不会粘黏，木头会吸收多余的水分。轻轻的拨动就好了，不要压迫饭粒。用赤醋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你有没有搅拌均匀。搅拌好之后，扇风稍微降温，有颜色的米饭看起来特别有食欲。还没有立刻要握，把它收集集中起来，用布盖起来，避免等一下干掉。来烤鱼下巴跟腹骨。烤这个不需要任何的技术，两面各烤7分钟，你也不用顾着它，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，很方便。买一尾大红干，做生鱼片之后还附送2个鱼下巴，实在太划算了。这个是我太太的最爱。我个人觉得做握寿司呢，跟做生鱼片是有些不同的。握寿司的鱼料一定要够软，所以大尾的鱼就必须要熟成。软到某个程度之后，就如同卤肉饭上的卤肉，是整体味道的来源，跟米饭做充分的搭配。我不是专业的厨师，握的手法也不是太漂亮，反正多练习。而且自己做的比较有成就感，可以一直吃到你不想吃为止。